我们是爱情和事业，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心声。在这段恋情的背后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恋人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浩浩25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公司职员；女主人公婷婷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位个体经营者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个人相恋几年了？4年多了。4年多了哈，那应该有好多美好的回忆哈。是，我们俩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。我特别喜欢她，学舞蹈的姑娘有一种独有的气质。我当时见她的时候也是高高大大的，是我想要的那一种。这不挺好吗？后来有一次开店了呢。大2的时候，那有一次舞蹈练习，然后不小心把脚给扭伤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。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觉得脚特别疼。后来他陪我去看的医生，然后医生跟我说，以后也不适合在就是舞蹈这个行业上发展了。我当时听到之后特别的沮丧。正好呢，我妈当初给我留了15万，打算我毕业之后呢，拿着钱找一份工作，或者是开一个什么店之类的。我妈说是姑娘也挺可怜的，要不就先让婷婷开一店，先替我们经营着。哦，等于你妈拿了15万开了个店。是。那你那会儿退学了吗？那时候刚退学。因为受伤所以退学。对。加上他母亲喜欢你，又给你开了一家店。对，当时听到之后特别开心。这不挺好吗？很努力的去为这家店忙活。是，这店当时前2年时候特别难，2年之后这个总算熬过来了，婷婷还雇了店员，现在这个店还经营得不错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你们俩闹腾什么呢？怎么就出了一个什么人又打了仗了？这小片里说，那人是什么人啊？是他们一邻居。当时因为我是毕业之后嘛，本来我妈说找一个文工团的工作，然后婷婷听以后说什么也不愿意，她说这工作根本就不稳定，因为我非常在乎婷婷，我妈也拗不过我吧，可以说。后来呢说，正好北京有一朋友开一个估价公司，我妈说让我到那儿先上班。后来我不是出差嘛，去长沙，然后我就提前回来，已经到了北京了，直接去他们家找他了，舅舅开了门，挺惊讶的。我探头一看，婷婷跟一男的在里边呢，有说有笑，特别甜蜜。什么有说有笑，特别甜蜜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好不好？当时舅舅也在，我们能做什么呀？你们脸都快贴上了。只是聊天而已。他那个样子太色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也要开服装店嘛，然后顺便跟我聊聊这些有关这些的事儿。那男的我见过3次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次次让我碰到？我哪知道你怎么会碰到？后来我不是很生气，跑出去了。他追我没追我？婷婷爱吃苹果然后我随身带把小刀。然后他还把自己的胳膊划伤了。我看看。现在还有伤痕呢。好嘛。我就觉得他思想太偏激了，而且行为也这么偏激。后来我这事儿越想越气，管小陈他们那店员我们雇的，然后要了男的电话，我就说咱们出来谈一谈，说是我女朋友，你别追就这么简单的事儿。他说了之后根本不听我说话，然后就是很不屑一顾的感觉啊，以这个有事儿为由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回去又过了1天，我再次把他约出来，他这次是有备而来的，带了3个人，说我们一起去动手了。我是长得高大，但是我打不过4个人。这件事我也是过了2天之后才知道。那个时候小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，以后尽量离浩浩远一点。我说为什么呀？我们挺相爱的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事儿，而且还跟我说了浩浩住院的事儿。后来我就马上过去了。到了之后，浩浩母亲也在，然后对我不理不睬的，我当时特伤心。说实话，过了几天了，我气儿稍微消了点。但是我妈呢，给我施加压力，说这女孩当初那么好，那么乖巧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什么了？我一直都是我，只是你的思维你变了，好不好？婷，你们先别吵哈。浩浩平常是个小心眼的人吗？他就是这样小心眼的人。从您认识他第1天起，我是占有欲强，以前我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这样，我跟男生说话他都不愿意。男的看就不像好人。他看谁都不像好人，就你一个好人是吗？我就跟你说，全世界除了我，没有人会真心对你好。
凭什么呀？好吧，事儿看来还挺复杂，情感和财产纠结在了一起。我们的专家老师是怎么看的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苏老师，如果我是婷婷的话，我写一欠条，我不论是多少年，我连本带息把这15万还清楚。但是我觉得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好几年了，这种感情说分就分了吗？你现在这几年做生意，你成长了，积累了很多的经验、人脉，但他把这个全部打上了一个绰号，他认为说你变得狡猾了。我现在觉得他给我投了15万，我就卖给他了。可能作为这个男孩子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，当年你们家里出了15万，其实你觉得是对他一种投资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母亲，觉得说我出这15万，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而且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必须要感我们家的恩，要对我们家的儿子特别的百依百顺。其实你对他的很多的生活，包括很多的工作行为有了更多的约束，你对他更有那种主人的感觉，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最不舒服的一点。虽然说这个婷婷啊，你可能跟那个男邻居在很多行为上这个度没把握好，距离上有点过于靠近。我没有。也许我只是觉得舅舅家的邻居，知道吗？我只是觉得舅舅家的邻居，而且他父母跟舅舅他们跟舅舅跟舅母他们关系都特别好，我没有办法去对他冷脸。我刚才说，也许至少你男朋友看到你起的时候，我怎么没去怀疑你呢？你凭什么来怀疑我？我能把持得住自己。那你的意思我把持不住自己了？反正我看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什么了？那都是你想的，你想象的。他们的亲密劲儿，还有那男的跟我说的话，这些加在一起，那是你自己觉得。我不得不瞎想，换谁都瞎想，知道吧？涂老师有瞎想吗？要在这2个人之间挑拨离间，实在是太容易了。浩浩，记得不要带得上，而是好好的去经营、去注视、去关怀他。当然，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，你的女朋友在经营这个店面的过程当中，性子比原来更活泛了，学到了一些不好的习气。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人，所以你认为他有可能会背叛这段感情。你的想法我非常能够理解，但如果你天天这样想，但是现在我也都靠我自己的努力啊。你如果继续经营这个店的话，你会更加的沾花惹草，知道吗？天哪，两位别吵了哈，专家的意见也说了，今天好像家里还有亲戚来，都想听听家里人的意见，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我们先接通浩浩妈妈的电话，好吧？阿姨你好。喂，你好。那个您儿子和他女朋友在我们这儿呢哈，他们俩的这个感情，您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分开会好一些，因为我儿子现在，我觉得他俩现在问题挺大的。既然他们谈到分手，就一个钱的问题，说您曾经出钱给儿子的女朋友开了一间店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您现在什么意见呢？是说把这个钱都要回来，还是要把店要回去，还是怎么个想法？把钱给抽回来吧。姑娘要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打一借条，咱们分年还，这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把店收回来就可以。店不是人家在经营吗？那不行，因为这个店是我出钱，我跟他爸出钱经营的这种店，因为他不值得。他要是值得的话，这个钱我可以，就这个店我可以不往回收。你看，本来就跟我儿子挺好的，现在他在外面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，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了。阿姨呢？您觉得他这几年看店的付出应该怎么算呢？付出肯定是有付出的，因为这个付出吧，我不能说去补偿他，因为他错在先，不是我儿子错在先，所以说他不仁，肯定我也不义。您是这么想的哈？就是儿子呢必须得跟他分手是吗？对对对。没有任何退路了是吗？对对对。妈，能给婷婷一次机会吗？不给。我现在真挺舍不得他的。他现在在外面做店接触的男孩会越来越多，他的心思会越来越变的。你越看他越的紧，他越会越往外跳的。所以说，爸妈不同意。如果说婷婷要是答应了把店还给咱们，但是我跟婷婷不分手，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俩是不同意，不接受这个女孩，不管她店给不给。谢谢阿姨哈，谢谢您。好的。今天小姨也来了是吧？这事儿您怎么看？
我在北京已经30来年了。浩浩从上学呢，我姐姐就把他托付给我。他们俩的恋情呢，我都是比较清楚的。我和我姐姐姐夫为这事儿真是伤透了心，操碎了心了。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让他们分手。为什么呀，小姨？你还问我为什么？你说浩浩哪一点不好啊？你却背弃他。我没有背弃他，我怎么背弃他了？向别的男人示好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我了，小姨。不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那个浩浩去跟他谈这事，他会带着3个那个来打他，而且还说呢，你已经答应他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那样。不要再说了，真的，你们这样下去不会有幸福的。而且浩浩也不适合你，你呢也是个好姑娘，小姨呢也特别真心的希望你好，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男孩，我也愿意你们幸福。婷婷其实还是要问你，如果退1万步说，我说退1万步说，你跟浩浩就是分手了，虽然舍不得，那么对于分手的条件，有条件吗？如果有条件是什么？这个店我经营，钱我可以慢慢的还给他。多久？5年之内。是还本金呢，还是连本带利息呢？现在还要问我要利息是吗？不，我问的。我没想过。我没想过。好了，我的问题完了啊。接下来的黄金60秒是2位的时间，说出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婷婷，咱们这么多年感情了，我真的挺放不下你的。不管你之前说我管你管得严也好，说我管你这管你那也好，但是这些呢，都是我爱你的表现。我真的很怀念我们以前的那段日子。还记得当初你为我唱的那首歌吗？你还能为我唱一遍吗？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你，我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你还像当初那样爱我吗？我要听的是真话。我现在真的不好做选择了。好了，2位，时间到了。刚才表白的时候，你们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叙旧了，而没有展望未来啊。那下面的这点时间，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自己的态度，变得将决定一切。2位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在了解过他们的故事之后哈，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订婚，还是其实已到了分手的边缘？来，请表决。现场有90.91%的观众朋友认为他们应该分开。热恋当中的人是不理智的，但是当情感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相信年轻人一定会理智对待。一起数5个数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